同学们，已经有同学在3点59分提交了，有人交了，有人交了59分。所以如果他能拿到第1名的话呢，他就能拿到这个额外的10个 KPI。看个性应该是志远。谁啊？谁呀？交了。你呀？我交了。文翰，你对了。哦，文翰就是老憋着那口气，他心里面想要他想要冲一把，搏一搏，冲一把，对对，有把握这个案件。牛。我是要等他们喊我再去汇报，还是现在就去？不用，我现在带你过去。好，谢谢。3位大律师好。对，王总裁，都准备好了吗？哦，我准备好了。你站着做这个陈词。10分钟的时间，可以开始。3位法官好，我是作为张俊文的代表人，替他来向各位法官做一个求情的陈词。我现在想要向3位法官去求情，主要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被告张俊文的这个行为，他是否在主观或者客观上贬损了社会对于消防人员的一个社会评价。那我想从主观跟客观上2点进行论述。首先，主观上而言，张俊文他确实有这个行为，但是他的主要目的，他是想要在情人 X 面前表现自己，他并没有任何说想要通过这一个方式来去招摇撞骗，或者说去骗取钱财。然后在客观行为上而言，其实张俊文的行为也并没有任何说想要通过这一个方式来去获取不义之财，或者说从事不法行为。因为我们也检索了相关的案例，其实在更多的案例当中，检方认为他成立这个招摇撞骗或者说冒充身份，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从事了其他的非法行为。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里都是没有的。他所做的唯一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赢取自己情人 X 的信任。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张俊文，他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他目前的妻子是在一个就是精神的不稳定的状态，然后他的女儿也只有半岁，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年幼的。那我也希望法庭在真正量刑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到他张俊文是作为妻子跟女儿的唯一抚养人的这个因素。并且妻子其实在之前跟我们的沟通以及向法庭提交的材料里也有讲到说，他其实已经原谅了这个张俊文的这个行为，他也非常需要张俊文承担家庭上的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一种支撑作用。最后一点的话，也是他张俊文在此前并没有任何的犯罪跟定罪的记录，并且呢，张俊文其实是一个非常热心社会公益的人，他经常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从事一些义工活动以及老人探访的活动。那从我提交给法庭的这个类案当中，法院在考虑量刑的时候，如果认为有相应的公益活动，可能也会对他的刑期做一个减免。然后基于以上3点，我代表我的当事人张俊文向法庭提出我的这个求情跟减刑申请，然后也希望法庭能够认真的考虑我们的请求。他还是很流畅的还可以。你提供了2个案例，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选择了这2个案例？好的，没问题。他有2个案例，老师帮他 Q 了。如果案例找得好的话，还是很有帮助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提供的案例是2021年的这个案例，他也是冒充公职人员，并且他其实从事的行为是猥亵儿童，而猥亵儿童本身就是属于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名。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法庭仍然会考虑到说他有定期献血，并且有这个登记捐献骨髓的行为，所以法庭也对他的这个罪行进行了相应的减免。那我们看到本案当中的这个张俊文行为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那我们觉得于情于理都应当对他的刑期做一个减免。然后第2个案例是16年的这个案例，在这个案例里，其实法院会认为说，我在考虑量刑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你的这个罪名实际侵害的这个法益是什么。在这个罪名里，法院认为你冒充工作人员，其实是因为你会损害公众对于机关
人员的相应的信任基础。比如说，在我找的这个类案当中，这个被告人他是冒充社会福利署的人员，然后上门，并且对老人从事了一些违法行为。但是我们这里的张俊文，正如我刚才在求情的过程当中所说到的，他其实所从事的违法行为，他并没有任何去降低社会对于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信任基础。那我们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相关证件，它的本身立法目的在这一条上不一定有所实现，所以我找了这2个类案供各位法官来。为什么在案例方面呢？你没有任何案例是关于使用虚假文书的？虚假文书，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因为这个案例里面其实他有犯了2个罪。一个的话是冒充公职人员罪，一个是使用虚假文书的罪。他其实有提到，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东西拎出来。对。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在提交这个就是减刑陈词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我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去达成我想要论证的目的。那我在想要论证的目的的时候，我会认为说，就是你本身伪造文书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为了就是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这个身份的一个过程性的一个考虑。你对法庭有什么建议呢？关于判刑方面？量刑的起点的话，就是关于具体的量刑，具体是算多少年，这个我们可能还需要后续的再去研究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法庭能够考虑到说，在本案当中，就是被告人他存在的3个可能对刑期有所减缓的情况，然后对他做一个减刑。有2条控罪，那么对于这2条控罪的刑期，你建议是同期还是分期执行？我可能我之前还不太了解到就是同期跟分期的一个区别。他没有准备，在追求时间了。然后，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就是尽量减少被告人的刑期啊，来保证说他能够对家庭尽到一个供养的一个义务。对。他只关注了1个罪名项下的案例收集嘛，另外一个罪名项下案例没收集，他说是时间太紧了嘛，所以他太追求时间，想拿那个加分。对的。但是他把成果给牺牲了。没有其他的话，你就可以走了。其他没有了。对，谢谢。好，谢谢。好，谢谢3位大律师。还行啊，有瑕疵，但是还行，也准备了一些。不行。不行啊。不行。他犯了2个非常大的错误。第一个就是没有任何虚假文书的案例，然后第2个错误就是好像是没想清楚这个案件的判刑，量刑起点都没有想到，对，没有做这方面的 research， 他心里都没有谱，会怎么判？对。那他说了一句要几年，他说需要后续再处理，但是这个不能够是后续处理的问题。求情的陈词只有这1次的机会，急于求成了，太过想做得快，所以就结论就是不行。不行。但是他可能就是知识面没有那个真的没有人家那个谁洛欣那么全面，太着急了。现在已经10点25分了，我暂时看不到另外一些同学去交任何东西。
罗老师加油！哎，那罗老师如果通过的话，相当于可以多加5%，是不是？可以，罗一涵肯定行。哎，我们还有多久？我准备交了。我都也快了。不是，我说我们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对。哎呀，可儿也冲到了30分钟之前。我再打了。没有，我在用这个。他们2个都在30分钟前提交了。还行，他俩不是一波啊。都不知道是谁的，乱糟糟的。天哪，我真的好紧张啊！然后我跟你们这个课题，因为我没找到啥好的案例。你们的这个课题真的是自己耶。你们的这个也是，有骆老师你说了，骆老师是我最佩服的女人。现在好了吗？我们再催一点。好，对不起。好喜欢这种情绪稳定能力又强的。一涵来了，罗老师加油 ，Come on！ 各位律师好。罗一涵没问题。OK， 罗同学，你可以开始你的口头陈词。好的。本人是被告的一个辩护律师，现在就被告因涉嫌冒充公职人员和使用虚假文书的案件向法庭提交求情陈词。Yes， 这个点对了。案情简单来说，就是张俊文和 X 女士相识其实只有1个月有余。被告人发现了 X 女士猜测自己是消防员，并且基于此表达了一个好感。然后后来呢，他迫于这个 X 女士对自己希望的破灭的一个压力和自身一个比较严重的精神压力，希望与她继续交往，所以就用简单的自己的软件打印了一个湾仔消防局消防处的委任证，并且他为了塑造自身的形象，宣称岗位是消防队长。张俊文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也没有再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说明，此后也没有再使用过这张委任证。5月25日的时候，张俊文伪造的此证以及和 X 女士的关系被妻子发现了，并且逼迫断交了。X 女士因无法联络张俊文，遂致电消防处，得知真相之后选择了报警。当事人的个人背景是，首先他一直从事的是一个普通文员的工作，薪金呢也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然后他的妻子呢患有产后抑郁，并且需要持续服药及就医。他的女儿尚未及周岁，在张俊文除了外出工作之外呢，他回家也会煮饭，承担一些照顾妻女的义务。这样一个长年累月的精神压力，他一度对生活非常绝望，所以与 X 女士的相识是对他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的一个火苗。他作为他的那个律师，也尽可能从他的角度去阐述这方面的事实吧。在相关的事情发现之后，他也已经主动和 X 女士断联，并且决心恢复以往的生活。最后呢，张俊文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并且经常参加社会义工活动。他也表示了此次犯罪是一时精神压力下的一个冲动行为，承诺改过自新，不再犯罪。然后量刑的一个整体性呢，首先是关于冒充公职人员罪的一般量刑。他收到量刑了。那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的第228章，它是一个可处第1级罚款或者监禁6个月的。那虚假文书罪，因为文书 instruments 它的涵盖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广泛，所以说它的这个定罪的一个标准，其实看上去是比较严重，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本案。他找到了那个法条。所以在考虑减轻量刑的因素的时候，一是我觉得在本案中他是一个早期认罪的，应当考虑减轻处罚。然后并且在案件的影响和性质当中呢，对于他的这个冒充行为以及伪造证件的行为进行评估的时候，应当考虑行为的一个实际影响和被告为此行为时的意图。首先他全程其实是没有主动承认或者迫使 X 女士相信自己的消防员身份的，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持有恶意的故意，更多是对于自己是消防员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种放任的故意。在本案当中，他除了用此来骗这个当事人，并没有产生其他的不良后果，所以说请求法院在判刑时考虑减轻处罚。使用虚假文书是一个很严重的控制，这方面你有什么说法？
一般都是要坐牢的，有什么说法呢？因为这个虚假文书罪里面，其实它的文书的范围有非常的广泛，里面包括像信用卡呀，都包括在里面。那其实这个罪，我理解它的定刑如此的严重，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可能对于一个整体的，比如说像信用卡相关的社会经济秩序这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害。但在本案当中，它不仅不是说，比如说在网站上或者自己去制造设备，甚至只是简单的用软件批了一下。所以我觉得在犯罪的意图上，就是它要比那些更严重的罪行的可责性更加的低。在这个案件中，控方没有提出来要求法庭去颁布一个赔偿令，但是在你这个22段里面，你说并可处一定的赔偿令，你这个赔偿令是被告人主动提出来要赔偿给谁的吗？我会觉得，就是相比较，比如说像拘禁啊或者这种刑期来说，然后做一个赔偿，并且被告也应该愿意做这样的赔偿。做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话，会更有利于体现出来一个他想要悔过，然后自新，并且去补偿可能受害人因为这个方面受到了一些精神方面的损失。这些。好，还有其他的吗？如果没有其他的话，你可以。我这边没有了。OK， 谢谢。好，谢谢。这个就听起来清晰很多了，点是抓得不错的，写得很不错。我觉得他有几个点写得非常好，就是首先他讲了说他这次犯罪是一时的精神压力之下的冲动的行为，并且他也强调就是再犯的这个机会是低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判刑的考虑因素。对，这个是。有悔意，没有前科，只要配合调查。这几个点都是非常好的点。对，这几个点很重要。态度积极，再犯的机会率是低的。救命！去那儿聊一下，当桥好，不然我就是。文翰现在就是有点乱了，急了。各位大律师好。可儿如果是自己组里的第1名的话，也可以拿到这个额外的 KPI。谢谢。好，先给一些时间，我们大概看一下。行。它是另外一个案子哦。对，恐吓案。这边也有2个罪名。你可以开始。这个具体的案情我就不详细的去赘述了，我就直接在具体的讨论中提及我所用到的事实情况。首先，我是先进行了一个控罪的解释，也就是这个案件被指控的背景。第1条是恐吓罪，它是在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24条中被约定的恐吓作为。它是有2种可能，一种是简易程序定罪，它是可能监禁2年；另外一种可能是公诉程序定罪，它是监禁5年。
然后在伤人罪中呢，它是由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第19条中明确去约定，最高的这个监禁是3年，它是可以遵循公诉程序审讯的，也就是 indictable 的一个罪行。但是呢，这2个都不是说一定要经公诉程序。现在目前我们的案件的情况是在裁判法院，当事人也就是被告，他其实已经认下了自己的这个罪行，也就是他 plead 了 guilty。然后裁判法院的这个最高判刑的管辖权应该是在3年。根据我们这个案情，在这个量刑的整体性中，简单的先去介绍了一下。我认为，首先，因为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案情，所以我们的当事人他肯定是会被判刑的。我只是想帮他去争取一个更短的刑期，然后基于他已经认罪的这个情况，那他可以获得这个控罪刑期扣减1/3。我引用的这个判例其实是我后面列出来的这个第一个判例，也就是李正威的这个判例。他这个判例中其实有明确的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扣减1/3。然后我想分析的其实第2点，这个背景就是说李先生其实告诉了我们的这个被告人说他受到了终日的骚扰欺凌，并不是说1次而已。然后当时我们的被告人就去了被害人的这个办公室，吴先生去恐吓被害人。其实他的目的是说，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厉害，我也会找人过来收拾你。所以他其实这个恐吓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个保安员。后面呢，其实有这个事实情况里面有提到，说是因为这个被害人他说了，觉得保安就是废物，觉得还想让保安员李先生失去工作。那这其实又勾起了我们的被告人想要进一步去保护李先生的这种心情。他当时在这种愤怒之下，并且他下午又和朋友喝了一点小酒。虽然说其实他这个自发的喝酒的行为，并不是我想要帮他去减短刑期的一个借口，但是我只是希望各位大律师们可以考量到这个情况，去解释他做案的这个动机和缘由。其实2次出手袭击伤人的原因都归根于一个原因，他都是希望保护保安员李先生，而保护的这个权益其实是合法的权益，就是保护李先生不被骚扰和欺凌。但是他采取了非法的违法的途径，所以他会受到一定的惩罚。但这2项控罪都源于一个系列事件，我觉得整体刑期可以靠整体性的原则，它可以全部刑期同期或者部分分期执行。我的观点，我的论据非常清晰。那根据其实他会考量的3个因素，我也引用了一个判例，是看他有没有妨碍司法公正，包括原本罪行的严重性、妨碍行为的持续性，以及对于司法公正引起的后果。那在这一点上，我想指出的是，我的当事人完全没有去影响司法公正的任何的行为，并且他其实虽然说在最早在警戒下他是没有认罪，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属于正常的一个行为，因为其实当下我们的时间线是3点05分他去了办公室，他4点钟就被逮捕了。他可能整件事情发生得非常快，他甚至还在酒精的作用之下，他整个人的情绪都还不稳定。在那个情况下，他可能觉得保持自己的缄默权，不想自证其罪。你问他的时候，他可能就第一反应就是否定自己的罪行。考虑到了，他很完整哎。所以前面他这个在警戒下并没有直接认罪的行为，我也觉得不应该被给予过多的一个考量，因为一个一般合理的 reasonable person 其实也有可能会做这样的行为。他后来在上了法庭之后，其实也已经就认罪了，并且没有任何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说在这个考虑刑期的时候不应该被过多的考虑。老师就笑着听，说真棒。然后呢，他的整一个家庭的背景情况，他的家庭情况是说，他的妻子其实是没有工作的，并且他的这个经济来源是非常稳定的，他每个月有7到10万块钱的收入，并且其实后面我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公司的东主，所以他是有员工的。如果说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工作，他不仅会影响他个人的家庭，他甚至于还会影响他公司很多的员工的这个生计，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其中的一个考量因素。等一等，我想问一下，你的当事人他被判了4个月的监禁缓刑2年，那就是违反了那个缓刑令。那这方面的话，你有什么层次？对，其实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有利于我的这个委托人，所以我并没有写在这个陈词里面。有前科哦，有前科，给他施加压力了。没抓到，他应该抓一下的。这个法官已经问了这个问题，说明法官在关注这个方向。你得正面回答。对，谢谢啊，其实时间到了。好，谢谢。谢谢3位大律师。非常专业，我觉得。
他有讲到1/3的扣减，就是认罪的情况之下有1/3的扣减，这个对于一个没有做刑法，就是 practice 的一个同学来讲，不一定会知道的，所以他能讲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蛮难能可贵的。听起来当时3个同学来说，我觉得最好是他。他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那个减刑陈词，就拿来能用，改吧能用。刘律都说能用了，那就他了。那可儿是及格还是良好？那我觉得这肯定是及格的。它其实有2点是特别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它的逻辑，对吧？我们都感受到了，我每说一个论点，我紧接着有一个论据，对吧？第二个，我觉得他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分寸感，对，他没有强词夺理，他说这个不是我的一个借口啊，我怎么去看待这个情形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作用。这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律师特别去死磕，那死磕的效果其实未必好，所以这中间的分寸感其实是很好的。对，因为这样法官能够听得进去，但是他相当于把你这个信息接收进来了。对，他跟第一次就不是一个人。谁啊？就可儿跟第一次去那个警察警署问那个委托人的时候，哦，那时候有一点只说自己的话，对不对？他那个蜕变简直是飞速的，就是接下来这个就是上一个课题而已。回去肯定有反思。哦，成长快，人家。但是咱们文翰老师的成长一直来自于2位一直在关注文翰。文翰老师没有及格，对吧？他自己没有抓到重点。对，他从宏观到微观都没有找到。文翰，不要听这段，不要听这段，可以快进或者是什么啊？是恶评。我觉得我们看的不是一个点，而是你的整个成长。不要怕犯错，因为你犯了错之后，如果你成长了，大家记住的是未来的新的认知下的你。也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影响他的能力跟实力，对不对？他着急也会影响他的，就是有点慌了，压力太大。各位在自己工作当中有没有那种压力非常大，但是又急于求成的这种小记忆或者小细节？可能有些是故意的抢戏吧，就比如说，这就是有时候你需要哭戏的小哭的，他都哇哭得好大，就是要把那个目光抢到他身上去，但是其实是错的。过犹不及，适得其反。有时候是这样的。对，就。怎么了，大老师？大老师这个表情，你想说什么？深有同感。举例有什么举例？来。我一直在那个前一阵，因为才想起来，就是他都在自我的反悔。以前真的很急于求成，就是特别想表现。我记得我那阵特别想主持节目。就是我根本不想唱歌，没劲。我就想主持节目，我觉得主持节目特别有意思，能说笑话，能干一大堆事儿。然后终于我们公司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我去主持 SHE 的那个发布会。那个发布会半个小时都开始了，SHE 一句话都没说，都没说上。我一直在展示我的各种才艺，我给 SHE 编了一堆才艺，就是编了一堆怎么介绍他们的，上边翻唱他的歌，模仿他，然后把他的歌改成军音大鼓，然后改成各种各样的。SHE 的发布会，注意啊 ，SHE 在台上站了半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插进嘴。其实我一直在演各种人，然后就是我演得特别开心，好开心呐！我就觉得哇，我今天准备的这么充分。然后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发布会啊。后来人家非常不满意，我还琢磨，我说为什么干嘛跟我生气啊？我说我演这么好，为什么要生气？后来发现是因为是 SHE 的发布会，不是我的发布会，就是这种。但是当时意识不到，就是觉得我如果很努力的做很多事情，让我自以为看上去很精彩，就是精彩，就配合才是一切。后来我真的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利他才是真正的利己，就是利己永远只是利己，你拼命的利他，其实是真正的利己。就是说，你有一件事情，先让别人去表现，然后通过你，别人变得更加闪耀的时候，其实你会变得更加流畅。后来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太好用了。但是就跟刚才说那个什么前辈，什么刚才说这个大魔王什么的，我认为所有的前辈都应该不能是大魔王，应该是个桥梁。当你发现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桥梁的时候，你就真正变成了大魔王，高级高级。然后后来我就是发现这个之后，我就变得好像就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了，就成了蛙哥心中的最佳拍档。谢谢，就是要多跟大家一块儿交流。所以我觉得文翰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这个阶段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然后也没什么要克服的，你就是个必经的，因为你会通过急于求成，然后你找到自己一个合适的尺度嘛。是的。这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的过程。
大老师说那一点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之前有主持过一个电影的首映礼，也特别像。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主持一个电影的观后的首映礼，王哥都笑了，给你想起来了。准备特别多是吧？一个法国电影，然后我自己看这电影的时候就很喜欢，就有很多话想说。然后当时有导演坐在旁边，然后现场还有嘉宾的时候，大家都在发言的时候，我也就有一大段的陈述，因为我就觉得啊，这个点我真的很喜欢，而且讲了很多。但事实上后来之后的悔恨跟你刚才说的非常相像，就是第一次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把握不好那个力度或者一个尺度的感觉，越是一开始越是想说我真的在里面有很多的观点，但是确实会忽略了这个场合真正更应该展现的人是谁。其实像法国导演远道而来，他的观点也许会更有价值。哇，那法国人一直插不上嘴，是不是？就是人家一直说，就跟 SHE 一样，行吗？因为我现在想起来都能想起来艾拉那个眼神看着我。能让艾拉插不进话的人，真的，这个世界上只有您了。也没有，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艾拉当时应该是觉得这人是。哎，那后来你们节目碰见说了吗？你们后面他跟我说过，他每回想到跟我说过这事儿的时候，艾拉也是觉得就是类似，就这个人一定是很喜欢干这件事儿，先让他去做吧。是的。那接下来也到了我们怎么了？面临自己挑战的时候了。就 KPI 要开始猜了吗？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益达职场自在时刻。刚才我们看到有3位率先提交汇报，我们需要做出一个选择，谁会先拿到额外5%的 KPI 奖励？他们3个谁过了，对不对？要是通过，而且是那个最排在第1位的那一位，这太简单了吧？对啊，文翰已经基本上就过不了了。现在看起来，怡涵跟可儿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对，可儿肯定是100%了，怡涵就是不知道后边。刘律已经眨眼了吗？我们先听听刘律的选择好了。那肯定选可儿。选1个还是选2个？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可儿是他们组第1名，拿到额外的5%；第二种是怡涵是他们组第1名拿到；第3个可能是他们俩各自是组里的第1名，双人都拿到。就没有人有一点考虑过，终于这回造起来了，然后特别棒，一下把他们全灭了吗？那个，要么下期再考虑这个事儿，大老师在。小众的选择，绝地反击不行吗？那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他们组里其他人的表现。对啊。所以 ，right， 我们要猜一下，如果他们2个都过了之后，拿了额外的5，他必须得是第1，同时又是最快，才能加那5%。那肯定是可儿嘛，可儿。因为刘律师说没有，我只是评价在这3个人当中可儿最好，但是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表现。来吧，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我们先猜一猜，怡涵拿没拿到？咱们先问一问汉良老师是怎么想的？哦，对呀，对不对？蛙哥指引我们的方向，选择风向标，可应该是过的，他应该能拿到。现在是怡涵能拿到。你对志远就如此没有信心？我对罗老师更有信心。那我们怡涵，我觉得可能性也比较大。那所以是2个都过了。对，那现在考虑第2个问题就是可儿能不能拿到？我觉得我看完了可儿的表现了之后，我会觉得，是 OK 的，就算他拿第1名，我觉得也是符合期待的。可儿的完整度很高。还有一点，洛欣会不会超过可儿？那还得洛欣那么强。那我觉得可儿，你觉得洛欣不可能比他再好了？可儿这个表现进前2应该是没问题。那这样吧，我们就投票吧，好不好？就举手好了。举手好，我们把刚才这个3个选项再来一遍。OK， 觉得只有怡涵过，然后可儿没有过的，请举手。我投一个。我跟着陈明老师的节奏走。我不要 ，No， 我真的，我的妈呀，我错了，有人背锅了，3个了。可儿这么成熟，你看他说法条，然后马上就。可儿是很棒，但他后面确实留了一个漏洞。对，这个漏洞致不致命呢？我被他说服了。OK， 我们现在是3票，然后第2轮是可儿过了，怡涵没过，请举手。可儿过，我怡涵不过，我选。你选这个，怡涵没过，可儿过，怡涵没过。因为你们肯定是多数了，我只是想说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还有向致远呢，因为向致远肯定向致远是厉害。向致远上次和可儿打过刑事案件，因为我觉得这种竞技当中，他的前1轮的实战经验很重要，因为可儿和那个向致远是有的。Fine。那第3轮是觉得他们2位都能拿到额外5%的 KPI， 请举手。又是3位，哇天哪，3比1比3。你们3比3。哦，那就是看我投，对不起，我错了。你选一个吧，关键1票。来，你去亮灯。对，猜对了就去亮灯。你现在是最关键了。对不起，成败都在你。来，纯玉姐来吧，你选一个。后面那个灯要不要亮就？忘掉你心中的志远。
如果这2个选项你非要让我选一个，那我就选有可儿的选项。他选2个。good， 做出了我们的决定。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决定是双人都能拿到额外的 KPI。那这一轮是纯叶来盖吗？还是这样我来盖，然后赢了刘律点灯，吉祥的让我们的刘律盖。可以。你小心，你盖完了之后，刘律就没有上去点灯的机会了。哦，对不起。没问题，来吧。刘律，我一定会让你点灯。好，走你。好。做出了我们的选择，我们认为拿到了额外5%KPI 的是2位，可儿和怡涵。我们的选择是不是正确？下一段 VCR。OK， 紧张。啊，这就公布了是吗？应该是。你们仅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80页的案情分析报告，是不是有团队在暗中帮忙？说。有。跟你们的 offer 说再见吧。等等。惠小微 AI 效率神器，爬资讯、讲点子、写文档，一键就搞定，真的是一个人。AI 智能会议、双语会议同传，实时速记，马上就能 AI 总结。有了惠小微，就是一个团队。惠普新 Book Pro 14 AI PC， 全新进阶的惠普新 Book Pro 14 AI PC， 搭配惠小微智能助手，写报告、聊资讯、做 PPT， 还能双语翻译、记会议纪要，全面提升 AI 生产力。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好像只剩下1分钟左右了，最后1分钟了。他们如果5点之前没有交的话，就自动弃权了。对，开始了！终于加油啊！我相信你这回能适应。我都替他们担心了。Game over。所以我那一组如果只有可儿交了的话，好像洛星真的没看到他，没有。哎呀，洛星要来了。应该不会吧？Marco 也没有啊。不交啊，不可能，交肯定要交。哎呀，我真的非常紧张，我看一看。打印机排队。不交了吗？有没有总算没有交了，但是就是在等打印。OK。哎呀，杀死我了！我以为你们所有人都没交。OK， 都交了。是吗？是，所有人都交。哇！但是，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所有人都在哪里打印？哎，这一季没有人用小黑板吗？这一季没有小黑板，大家肯定是看过上一季，所以这一集大家都克制住了。罗老师，你好，过来聊聊天，好崩溃，过来聊聊天。我想搞点水喝，那边有水吗？有，自己的水。天哪！哎，你看文翰怎么这个背影都很落寞的感觉。你是不是你们组第一个交的？对呀。我觉得我写的还行，但是我非常紧张。我觉得就是因为紧张，我觉得我表现的不太好，就没有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出去。唉，我就是感觉我在找案子上找的非常的不顺畅，我这回不一定能拿分。现在可以展示吗？可以。好，进来。三位法官，这是我的申请材料。好看志远了。先等一下，我们先看看你的陈词。可以，OK， 可以了。好的，三位法官好，我是向志远，是今天的请求人张俊文的辩护律师。然后今天呢，向三位法官进行对我当事人的一个认罪的请求陈词。
首先是背景方面，就简单的写了一下刑事罪行条例中对警方指控我当事人2个罪名的具体规定，就不再赘述了。我想着重介绍的是被告的个人背景，其中一个是被告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然后这次行为呢是他首次犯罪，也就是初犯，所以说他的人身危险性很小，相较于累犯他更值得信任，他的再犯可能性也比较低。其次是家庭背景，被告的妻子由于患有产后抑郁症，她还要照料他们半岁的女儿，无法外出工作，所以说被告的工资呢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来源。所以总而言之，判处监禁可能会对这个家庭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个听起来这男的很不是人呀，自个儿媳妇儿有产后抑郁症，还出去外边勾搭别的小姑娘。其次一点是被告的精神状态。被告在实行犯罪之前呢，他长年累月的忍受着精神压力。他一方面他一个人2万多的收入，在香港要养活一个3口之家，经济是非常紧张的。另外一方面，他们公司由于最近的业绩不好，在考虑裁员。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更渴望从外界获得一点认同感，所以说也就有了后面这个不想失去女子 X 的青睐而进行装作自己是消防队长的一个行为。其次一点是品格证据，被告在公司一直有参加义工服务队，也不时会到老人院进行探访，说明被告在此次犯案之前一直都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市民。第10点呢，我是想分析一下被告的他犯罪目的的社会危害性。第10点了都。主要是基于以下4个点进行分析。首先，第一点是被告与 X 女士相识时，由于被告的身材不错，X 女士推测说被告可不可能是消防员，被告是出于虚荣心默认了。也就是说，消防员这个身份，它并非是被告主动去伪造的，而是基于 X 女士的猜测的一个默认。想要被喜欢，然后他就会迎合一些行为。第2点是，当被告的消防员身份被质疑时，被告陈述到说，想着怎样才能不让他揭穿我的身份。也就是说，从伪造证件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他伪造证件的目的是为了圆谎，而不是说主动的去伪造证件去行骗。可是圆谎跟行骗真的是很难分辨这件事儿。对，他行骗是我要骗你，我有恶意，但圆谎没有。第3点是，被告辩称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用伪认证去谋取任何的福利或者钱财，他只是想 X 相信他，并继续和他交往。被告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没有向除了 X 女士以外的任何人主动出示过他的证件，他的行为不具有公然性，他老婆是被动发现的，所以说他不存在利用这一身份去谋取钱财福利的行为。第4，被告只是利用了消防员的这样一个职业光环，他没有利用消防员这一个职业所带来的职务上的便利性或者一些管理权限去实施任何的不法行为。所以说，以上4点，我认为被告的犯罪目的，他的社会危害性很小，只是为了获得一位女士的青睐。定性影响不是那么大。哦，好清楚，完了。他好像比那谁厉害点。我觉得怡涵危险了。如果哪个好，会哪一个获第1名吗？对，如果他比怡涵好，怡涵就不是第1了。我觉得有点慌了。完了。所以蛙哥之前是不知道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是吧？我就以为他们2个过不过。最后一点呢是，被告的犯罪从结果上来看，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然后是关于量刑部分。在本案中，被告被指控的这个使用虚假文书，其实这个罪名的最高刑是非常高的，应该是14年。但是我方认为呢，本案案情它并不属于同类犯罪的最严重类别，所以也不宜采用14年这个最高刑作为量刑的起点。又有范例，又有类似案例，他除非有硬伤，要不然他就赢了，真的。其次一点是，法庭应当考虑被告在早期阶段已经认罪，并且免除了像 X 女士包括一些案件相关人到法庭上作证的一个时间，节约了司法资源。上诉法庭指出，如果被害人免于受到作证的折磨，应当根据一般原则给予被告认罪折扣及1/3的减刑折扣，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减刑折扣。其次是有4个案例是与本案相关，可能会影响到法官们的判决。第一个案例就是假冒公职人员的一个犯罪案例，由于他存在这个庭前主动认罪，获得了减刑折扣，所以他最高刑期从4个月起算，并且呢，他有存在一个长期的定期捐血和这个捐献骨髓的一个行为，所以说也会法官对他每项指控都减刑了1个月，最终他就是假冒公职人员一项指控，他被判处了3个月。
这个案件中，其实他是利用了公职人员的一些职务便利行为，去欺骗这个幼女到了一个私密空间。这个犯罪人的危险性，它是明显的要高于本案的被告的。所以说，我们认为本案的这个刑期，应当是比他更少的。我们从你的结论看到了你的建议，所以你是说，就的19段来说呢，这个假冒公职人员罪呢，从最高判刑期4个月。然后使用虚假文书呢，就12个月以下的量刑。所以你就两项控具都是建议我们考虑一个坐牢的情况吗？我最后有一项是希望对被告能够适用缓刑。他现在选择认罪，我们会给他1/3的减刑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关这2条控罪量刑的整体性？就是应该同期执行还是分期执行的这个问题。分期会不会就显得好一点，对吧？同期更好。同期。对。如果这2个行为它的相关性更高，同期相当于就有点像吸收掉了，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去给它一个明白叠了。有2条控罪，那么对于这2条控罪的刑期，你建议是同期还是分期执行？我之前还不太了解到就是同期跟分期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应该同期执行，是因为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认为被告他的这个伪造文件的这样一个犯罪行为，他实际上是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后一个犯罪行为，也就是冒充公职人员，他2个行为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就是我前一个行为是实现后一个行为的手段，就应该是牵连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所以说这2个量刑应该是合刑进行处罚，我认为，可以了，赢了，可以继续。还有就是，其实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在这个使用虚假文书这项指控，我要用12个月以下量刑幅度，是因为看第16个案例，就是这项被告中，他也是涉及一个伪造使用虚假文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使用虚假文书，他是向警方提供，并且通过了使用虚假文书的行为，隐瞒了自己的通缉犯身份，并且他在吊销驾驶执照的情况下依然选择驾驶。并且他还有这个贩卖毒品的行为，可能考虑到很多的综合考虑的因素，最后法官给他判了15个月的监禁。而在本案中，我们这个就是我谢谢向同学你的推荐。好的。好，谢谢各位法官。他讲得好，我感觉。可以啊。没有，没了。还没去？去过了，审视完了。感觉怎么样？还怎么样吧，还行。你感觉咋样？他们的问题挺细的，我看看你写。你有考虑到他不同罪的这个量刑吗？考虑了呀。你没写吗？对，这个我没写。量刑这块是他当时问我了，后来我写了，我都写了，这2个。我看看你的。哦，你把法条列上去了。哦，可以，你这把量刑考写上去了。我只写了犯罪，没写刑法。志远之前本科是不是就是专攻刑法这个方向的？好像是，我印象中是的。他当时好坚定地选择了官律，他本科是中南财经的。哦，学刑侦的。他们那边好像还刑侦蛮厉害的。来了，我最心目中的终于来了。老师们好，这个是我的3份申请陈词，3位大律师可以一起看一下，这是所有的判卷。最后终于异军突起，绝对的造起来了吧？说你们准备好了吗？世上最厉害的汇报开始了，你可以开始了。
好的，3位老师，今天我的请求陈词是针对于被告人张俊文，今年36岁，他被指控的2项罪名进行一个减刑的陈词申请。那首先呢，我们根据案情的事实可以知道，被告人他其实并没有假冒公职人员去做出与公职人员他的职责相关的任何行为或事情。那控罪2的话呢，是根据香港的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第72条之规定，如果说经过了公诉程序定罪，可以判处一个14年的监禁。但是针对于本案的案情，到底被告人他是否有使用了该文书，这个其实还是需要法官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考虑的。你说我们要考虑他有没有做出使用这个虚假文书的行为？是的。这个其实不对，他相当于是在就是解释他没有犯这个罪了，他已经认罪了，对啊，对他想犯罪了，那其实不应该在这个减刑陈词的这么一个环节去做这样的一个申辩。但是他不是认罪了吗？我认为虽然是目前在这个阶段他有认罪，但是有可能他对法律的这些规定还没有很具体的了解。其实作为法官还是可以再去做一些判断的，因为他并没有使用这个文书去主动的做任何跟这个文书所授权的内容相关的事情，并没有很实质的伤害行为发生，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轻微的情节。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呢，就是为什么他会叫我们去考虑到底被告人有没有使用虚假文书这个行为？对，他认罪就已经就承认是有了，他又不是抗辩。有一点蛮好的，就是他有提到说，被告是用一个简单的软件去打印这个委任证，所以他做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粗糙的，也是容易被专业人士鉴别的。那这一点可以说明他并没有意图去使用这个文书进行一些其他的非法行为，或者说对他人不利。这一点其实是减刑的因素，对，他有讲出来。对，这个不错。今天我的当事人王志豪先生，就需要我具体说一下案情吗？你自己决定。怎么有点紧张？我感觉气场没开，感觉是他被欺负了。他应该看一下 Man 姐的新闻女王，看一下这个气场是怎么1秒打开，调个模式。就是他在了解到他们公司楼下停车场的保安李宗盛先生会经常受到吴先生的骚扰和欺凌以后，就是他作为一个内心充满正义感，并且是很体谅比他层级更低的紫薇同学，我觉得他今天是对于他自己的表现也非常不满意，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自信。他说话，刚才他做他的陈词的时候，那个声量非常小，接近是听不到他的陈词。他这个控罪其实是写错了，伤人罪并不是 AOABH， 他的控罪是什么？控罪是跟这个侵害人身罪里面的袭击造成实质的实际身体伤害罪。然后第2个林启茂案就是一样的，是这个刑事恐吓罪被控罪。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伤人罪啊。伤人罪的这个控罪是比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其实是重挺多的。这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对，中央 Marco， 他好像中文的水平真的需要改善一下吧，绝对不可能在一个陈词里面有中文跟英文的，这个挺致命。有一些案子，比如说 RV Swan， 是可以说动机可以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然后一个案子叫 HKSARV 杨怀廷。在第60段，那个法官说过，一个 moral blameworthiness of an offender a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sentencing。如果一个被告人的行为在法官眼中没有道德上的罪责的话，他有可能会被判得轻一点。
虽然这样说啊，但是他也是有一些点是可取的，比如说他说的这个 moral culpability，包括他有找到相关的案例了，动机方面的 OK， 这方面他还是做到了，他有一些案例支持的。救命！估计又开不了张了，开不了张。Oh no！ 赛程过半，然后一直没开张。相信你自己，可以的。希望吧，没事。现在是骆同学了，终于到洛欣了。各位大律师好。Show time。你的求情可以此。大家应该都对他期待很高啊。稍等，给我们一些时间看一看。好。OK， 骆同学，你可以开始了。好的。就本案被告王志豪先生的相关案件，恳请法院在考量以下因素之后，对其的罪行酌情考虑进行减轻处罚。首先，第一个是被告的悔意和认罪态度。被告在法庭上承认了控罪，并且表现出有深刻的悔意。在香港，认罪通常是减刑的考量因素之一。比如说，在先前的案件当中，法官说，如果在判刑起点的时候认罪，那么可以给1/3的折扣；如果是在审讯首日之后提出了认罪，可以适当考虑给予25%至20%的折扣。那在本案中，被告虽然一时冲动犯下了罪行，但是他及时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所以希望法院考虑到此点因素下，对其进行减轻处罚的考虑。第二点是关于被告的良好品行。被告热衷慈善，定期会向保良局捐款。疫情期间呢，他虽然公司经营艰难，但是他也没有解雇任何一名雇员。被告的品行良好，为社会提供了无偿的捐款，所以希望法院考虑能够给予他一个减轻刑罚的考量。其次呢，是关于作案的动机。本案中，被告他的作案动机是得知了保安李先生终日受到写字楼3楼的吴先生骚扰及欺凌，那么被告内心当中朴素的正义感，促使其采取了相关的行为，想要去保护李先生的法益。虽然说他的方式并不正确，但是他的作案动机也并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基于此，对其进行一个减轻处罚的一个判刑。接下来是关于他自身的一个改过自新的行为。被告他虽然曾经在14岁的时候因为盗窃罪有过一个守行为的记录，但是在此之后呢，他其实改过自新，并没有此类相关的罪行。直到2022年的8月5号，他被定罪为有这个出售带有伪造商标的一个货品，被判刑4个月，净缓刑2年。但是考虑到这个罪行它的严重程度较低，而且与本案中所犯的罪行性质上是本质不同的，所以依照相关的案例的判决，如果说对申请人有利的这个事实，包括他在之前的犯罪之后一直过着合法而有意义的生活，那么应该对他进行适当的减刑考虑。就是可儿漏掉的那个问题补上了，对，他把可儿这个点，那他不可能也赢了吧？这方面我想问一下，你提议法庭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缓刑呢？因为其实你的被告已经之前有个控罪，他是2022年8月5日已经判了4个月的监禁缓刑2年，然后这次的犯法他其实是违反了那次的缓刑令的。那这方面你有什么陈词？这方面也是想让法院就是将这个罪行按照一个孤立的犯罪来考量，因为其实这个罪行跟之前的那个他去伪造一个附有伪造商标的一个货品的案件事实完全是不同的性质，而且之前的这个案件它本身确实在刑事犯罪里面属于一个
性质相对来说严重性较轻的一个案件，所以我们希望法院在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犯罪来考虑，而不是将其和之前的这一次的就是带有伪造商标的这个货品的罪行相关联到一起。那继续好的，然后下一个是对于缺乏对法律后果的认知，因为本案当中被告的这个教育程度他并不高，只读完了中5之后辍学就去做地盘工人以及装修工人，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更不可能接受与法律相关的专业教育。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会构成犯罪，在某些情况下面，他可能也会激发起不起诉的一个自由裁量权。所以在本案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法院在他认罪的情况下面，对他缺乏法律后果的认知这一点进行一个酌情考虑。接下来一点是关于受害人的挑衅行为。他一开始依然是抱着一个友善的态度去找吴先生沟通的，希望吴先生不要再对保安李先生进行骚扰和欺凌。但是吴先生他在这种情况下面依然去咒骂保安员是没用的废物，并且声称一定会让他失去工作。这一个行为进一步挑衅，并且彻底激怒了被告。被告是在这个受害人进行了挑衅之后，才去采取相关的行为，呈请法院对其酌情考虑，减轻他的量刑。接下来是关于酒精的影响。虽然说在过往的法院的判决当中，酗酒问题通常不会被法院认为是一个减轻刑罚的因素，但是在本案中，我们应该考虑到其他情况，包括本案他被告缺乏对法律后果的认知，以及他其实也是受到了受害人的另一步的挑衅，然后再加上酒精的作用，他才采取了这个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因为酗酒问题而要求法院对他的行为进行减轻刑罚的考虑。哇，天哪！哇，好细哦！我感觉他也能赢啊。如果他赢过了可儿，那可儿就没有的话，那你们就对了。你有没有找到一些跟这个案件相同控罪的判刑的案例？一模一样的判刑是没有的。是相同控罪。就是相同的，就是都是被告了恐吓以及故意伤害。没有。不是两项控罪都相同，其实可以是一项控罪的也可以。那有没有找到？我找的这个案例主要都是就是针对他的那个不同的要件去找的，所以没有根据他的这个罪行去找。No。这个有点致命。对，因为你如果就是罪行都不一样的话，那你下面的这个要件参考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对，谢谢罗同学，你的时间到了。好的，谢谢。我们一会儿才讨论。好。他们都没让我讲完，我最后一个因素还没讲。我也是，我直接还在讲话，时间到了。你搜的关键词是啥呢？我先第一个关键词是那个 grievous， 就是 GBH bodily harm， 就是我们的那个 offense 就是 GBH， 然后逗号是那个 criminal intimidation。所以你搜的时候居然还把2个罪名都加进去了。然后你还再加你这个要素。对。我这次压根没时间检索，我用的案子我检索的都是这个书里的。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所有的求情汇报已经结束了。那么根据我们的记录呢，有3位同学是提前完成这个任务的。那第一位呢，就是王文翰同学是提前了1个小时交这个报告的。另外呢，就是陈可儿同学和罗一涵同学都分别是提前半个小时。所以如果他们当中呢有一个人在自己的组里面拿第1的话，那他们就会得到这个额外的 KPI。那现在呢，我们会就大家的表现，包括书面和口头的陈词呢，我们会做一个合议，之后会通知大家结果。好，谢谢。公布了，他嘴角都往下了。你讲完了吗？讲完了。哇，
恭喜恭喜！为什么？因为我没讲完。你语速太慢了，时间太紧迫了。陈仲瑜录这个节目特别像一个现场观众哈，他根本就是已经不在这个，他是感觉卧底在这儿说保证秩序的。我估计今天又要0分了。乐观一点，吸引力原则。我已经不相信吸引力原则，我只相信墨菲定律。哎，一会儿要接邮件，我好不想接这个邮件。来了。已经有结果了，等收电邮。好。还没发出来，他在发。哦，我都看到那个表格了。你们不要一直的看着他，我这也太危险了。我可真是。我们这张桌子至少会有1个人拿到 KPI。你说的好有道理。我觉得你行的。我也觉得你行。轮到你了。美好的期待。各位同学，准备接受邮件。好的。好紧张。收到了吗？还没发。我的。他要发了。哦，有了。没看到啊。谁赢了？可儿肯定是赢了，可儿厉害厉害厉害。第2名洛欣。我是觉得无疑问就是陈可儿最好的。这个我也同意，他写得好，表达又好。他有讲到1/3的扣减。这个对于一个没有做刑法 practice 的一个同学来讲，不一定会知道的，所以他能讲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蛮难能可贵的。其实2次出手袭击伤人的原因都归根于一个原因，他都是希望保护保安员李先生，而保护的这个权益其实是合法的权益。他真的是在案例上赢了。前面他这个在警戒下并没有直接认罪的行为，我也觉得不应该被给予过多的一个考量，因为一个一般合理的 reasonable person 其实也有可能会做这样的行为。他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那个表达，非常有自信。整体来说，他的表现是非常好。洛欣，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也是将所有的求情因素有讲出来了。本案中，被告他的作案动机也并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被告是在这个受害人进行了挑衅之后，采取相关的行为，呈请法院对其酌情考虑，减轻他的量刑。他唯一跟可儿相比没有提到的就是根据这个伤害的严重程度，跟判刑有关的他没有提到，其他的他都有写到。可儿整体来说，他找到了更多相关控罪的案例。所以我这边表现最好的是陈可儿同学，然后第2名是洛欣。陈可儿她有提前半个小时，对，那么她会有一个额外的 KPI， 对，她就5%有一共20 KPI， 对，额外5%，人家还提前半个小时，漂亮，哇，也可以哦。陈可现在40加上的话，只跟紫薇平分。可儿，我觉得你应该写得非常好，我想看看你的。我觉得我写的还可以，但是我讲的不太好。接下来就是看遗憾了。OK， 罗老师加油。不行。遗憾第2名啊！
我觉得向志远和罗奕涵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向志远，我觉得他这份求情里面还是比较全面的。他口头表达方面呢更好，他的论点所有求情因素都有写出来。最重要就是他真的给了那个判刑的建议，这个是非常重要。它两个行为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就是我前一个行为是后一个实现后一个行为的手段，所以说这两个量刑应该是合刑进行处罚。罗奕涵呢写的也是不错的，他也表示了此次犯罪是一时精神压力下的一个冲动行为，承诺改过自新，不再犯罪，甚至只是简单的用软件批了一下，所以我觉得在犯罪的意图上可责性更加的低。但是他的案例就没有那么多。他最后 proposed 的，他要了一些很不现实的一些判刑。好，所以大家都同意沈大律师的案件，第一就是向志远同学，第二就是罗奕涵。那向志远没有提前交卷的，所以他只有15%。所以就是他们两位都是15%。不是，所以说第二个交并没有什么用处。哦，他真的是第1名提前交了才有 KPI。罗老师差一点。向志远同学，你是不是很开心？不用掩藏你的喜悦。没有，感觉真的出乎我意料，我感觉这个做的挺一般的。他开始谦虚了。我看一直都是这样说的，因为我汇报真的超级紧张。我和文翰还是0分兄弟。文翰跟仲瑜稳稳的，00后嘛，他们两个叫做他的组合名叫00后。哎，但是你别说，有2个人一直是0，就比1个人一直是0，那个心理的压力要小很多。我谢谢你，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因为我刚刚在求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你的短信的。哦，我们可以去找老师们聊一下。对，我进去找一下吧。Hello， 沈大律师。请坐，请坐。想请您帮忙提一些建议。好的，好的。其实，我也不会说你是做得非常不好。今天哪个课题了？那我们都觉得你做得非常好。对比其他2位同学，你这个肯定是更好一点。你对 factual 的分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拟定了一个你要求法庭考虑的量刑起点，这个是非常好的。你求情的因素都全都写出来。给了那个你速度太惊人了。我都没有时间看那个书，就是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完全来不及，就是翻到具体的页码，我就只能看目录，它不是有吗？就是我只能有一个灵感是什么。你这个策略是对的。其实你基本上用 common sense 你是知道的，所以你是先看了一遍这个书，找到了灵感，然后把那些要素记下来，然后你再去网上搜案例。对，我是搜的案例。你是搜的。对，包括你们小猫的时候，你们检索，比如说检索到那么多是怎么检索的？那我给您开。OK， 开就可以了。哦。先去找老师吧。文翰伤心。请坐，请坐。OK， 王文翰，其实今天我也有一点的surprise， 就是你是第一个交这个功课，但是今天我觉得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额外的 KPI 真的做得太快，但是不是最准。
所以其实做完课题之后的复盘，在我们看来是更重要的。你要进步，你要成长，你是需要复盘的。文翰其实一直在往前冲，但是大家都在冲。如果在截止时间前每提早30分钟完成，就会增加5% 的 KPI。请问里面的书可以参考吗？可以吗？我 OK， 我跟你们一会儿跟你换书看一下，我想看看你们这本讲的啥。对于这2条控罪的刑期，你建议是同期还是分期执行？我可能我之前还不太了解到，就是同期跟分期的一个区别。不行啊，急于求成了。那当然了，到现在还没有 KPI 的话，就是有一点失望了。但是，还有其他考核的可以让你发挥自己的能力吧。我觉得你还是一直在进步的，这个我绝对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就一直继续进步就可以。好的。有些忧伤，就因为最后文翰这一段，你知道，像最痛苦的就是文翰，他又想进步，但是又做不到，你知道吧？这个点是最痛苦的，痛苦就来自于不是做错了，是你觉得自个儿都做对了，结果发现是错的，然后那个是最崩溃的。他从方向上，这个如果要给文翰一些建议的话，刘律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他？他是一个好胜心嘛，目标定得很高，但能力面跟不上，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会焦虑，他心态会崩。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坚持住了，我慢慢调整心态，然后不断的去补我的能力面，因为你整个心智是说我是要强的，我想要更好，那也许补齐了，有一天你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啊。但如果说，我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不想这么去追逐了，那你就要把你的目标往下降，你让自己自洽就好了。快乐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降低期待，所以有的时候你跟自己比啊，不对口，对，你不跟别人比啊，对他，你别拼落心嘛。我设计一个这种可实施的，我不要先去看100，我就是60，没什么可达的目标。可达目标，就比如说刘律说的那个，我觉得有宏伟的目标没错，但是我可以分每个人都是怎么实现的。你可以一直冲刺往100米冲，但我可以冲到60的时候我停，我阶段性的，然后我再冲。每个人那种实现目标的方式和路径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文翰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稳一点的，然后不要操之过急，找到自己节奏的更适合他，就很像那个导航上说一个特别可爱的话，说虽然前方路段拥堵，行驶缓慢，但你仍走在最佳的道路上。是我们之前有录一辩论节目的时候，我们是这种学院派，就一场场比赛打出来的类型，但是我们录的那个节目就五花八门的风格都会有，那一瞬间内心很受撞击，因为你会觉得就那种感觉是一个我们研究飞机的人突然间看到了鸟，就是我们研究飞机怎么样去更平稳的飞行，但是你看到有一些生命，你才知道有些人生来就不需要任何借助，它就是鸟，这是飞翔是它的本能。听上去还是你们厉害啊！鸟是个能飞，然后直接一枪就下来了，你们打不碎啊！这就是鸟，也没毛病。我的点就是在于，其实我们无论是谁，都可以自个儿安慰到自个儿，变得更好一些。大老师就是鸟，生来就会飞，你很难理解那种心态，因为你就是鸟，你知道吗？我算个鸟啊，穿着防弹衣的鸟。所以其实文翰现在应该算他进入职场的一段至暗时刻吧，我觉得在心态上来讲，低谷啊，有点低谷期。还行吧。各位在自己刚进职场的时候，有没有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因为我是选美出道的，那但是一来要演戏，我根本不会。
我就问一些前辈嘛，我就说我怎么可以进步啊？我声音怎么可以大一点啊？什么？然后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你念报纸吧，你家里肯定有报纸嘛，你随手拿一个，然后朗读出来，然后那咬字要清楚，然后声音要大。”然后我就尝试，我连续读了半年，在家里。哇。每天1个小时，然后就补上。就我觉得这个是最有用的方法，就不要埋怨。我下一次希望比这一次做得好一点就好了呀。就人是慢慢进步的，不是一步登天的嘛。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就总是有路径的。对，对，而且别人对你的评价真的会更新。我们今天再去看曼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覆盖她之前演技稚嫩的那段时间了，对吧？新闻女王了，对吧？所以你对别人对你的认知一定会更新的，你只要自己慢慢进步就好。《十月围城》有一部戏，我就演2个角色嘛，就是有一个演车夫，一个演革命人士嘛。革命人士就是要想要说服大家来一起，我们要团结，要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就很多那种每天都要背很多觉得自己背不完的文字这样。然后另外一边那个角色就每天在那边很大的体力活。就体力也觉得自己就拉车嘛，身心灵都觉得负荷不了，就觉得那关怎么过的这个过程中，每次都有类似这样的，但过了以后就觉得一次一次这样，就觉得原来这个是一个让你升级的过程。当你觉得你过不去了，其实人的极限还能撑，不要说我放弃了，其实过了以后你就又变成另外一个增值的自己的，升值的自己的。每个人都有很难熬的时候，那接下来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一期，我们面临我们加油团非常难熬的一段时光了。不就错了吗？对不对？我们的预期目标就是没有那么高。对，我们这一期的益达职场自在时刻呢，要很遗憾的迎来我们本期的无法点灯时间了。赢3回错1回可以了，对不对？这是很棒的。我再来一场啊！下一期刘律也在，咱们怎么着也要让刘律看到我们的开关在哪儿，亮灯的。对啊，那灯到底在哪儿？如果简单只是说2个过不过，其实我们灯也能亮，但是要整体的第一的话，而且不是说你全部播完之后我客观判断。对，我们有人没看到，那是我们的问题吗？不是啊。对，好喜欢我们这个集体啊，都在找借口，就喜欢这样的团队。不要怪自己，有什么事都怪其他元素。我们刚才说过，难熬就意味着成长。对，所以这有了这样的成长，下一期我觉得刘律手到擒来，可以，一定可以的。靠大家。来，我们的下一段 VCR 一起来看。课题5呢是一场完整的香港模拟法庭，涉及陪审团的刑事凶杀案，精彩了！哇哦，刑事凶杀案呢？你们需遵守香港法系和谈英文的出庭的完整。你们需要分成2队，每队1个领诵大律师，一个第一副手大律师。现在每个人准备英语自荐，陈述一下自己的优势和能力。 I have learned criminal law already in the first year, and then I've also had a little bit of experience using before. I'm confident in my ability to react instantly. I have good oral and writing skills, and I was able to. So maybe I can analyze some crucial elements in this case. I have studied common law for 5 years and has systematically studied criminal law. I am good at proposing and writing arguments for debates. I have obtained KPI in each topic. I'm fully confident that we will win this mock trial as well. Yeah. 本期课题将有50% 的 KPI。拿分的机会来了，00后。那可以翻身了。按照目前的情况，本课题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同学可以达到100 KPI。精彩了，精彩了！强对决。9月19日起 ，SVIP 用户每周4、周5中午12点更新正片，每周6、周日12点畅享加更和 Reaction 陪你看 offer。VIP 用户19点更新，周1、周2、周3还有更多花絮预告，刷不停。99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本节目由百多邦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
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天意视讯、网易有道词典、中华万年历、未来之光、西装竹的大力支持。感谢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